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能做到数据恢复啊！以前我都是给电脑做数据恢复，比如电脑的硬盘坏了，需要恢复里面的数据，或者不小心被删了，需要恢复数据。今天呢，我要给一台无人机做数据恢复，这个是一位粉丝朋友发过来的啊。这个飞机呢，好坏无所谓啊，就是帮他把数据搞出来就行了。这位粉丝朋友啊，他手里面有好几台大疆的无人机啊。手上这一台的飞利浦呢，只是他的一台备用机啊。有一天呢，他拿着它去飞啊，不知道是开的运动档还是啥啊，前方避障功能可能就失效了，撞上去就把这个雷达呀整个都撞掉了啊，排线就一起掉了。其他地方呢就还好，无法起飞了嘛。他当时想着啊，既然是雷达掉了，那就上小黄鱼花100来块钱买个雷达自己装上去不就好了吗？他是这样想的。结果买回来装上去还是无法起飞。他就近的一个维修店，第三方的维修店，让那个维修店去帮他弄一下，还是不行。第三方的维修店没收他钱，然后当时就是散的，没装起来，一堆零件装回袋子里面。他想着他自己回去装就好了啊，他也不好意思要人家再装回去了啊。然后他就想着一堆零件自己回去装，结果啊自己回去装回去了。装回去之后发现不能开机了，他突然想起啊，他这个飞机里面居然还存着以前的一些数据啊，这个数据还是从其他飞机上面导过来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还要从其他飞机上面导数据到这台机器上面来。既然不能开机了，去连电脑拷下数据总可以吧？插上 Type-C 口，连上电脑也没有反应，反复查看啊，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里原因。于是呢，他就发到我这边来，只要想办法帮他把数据拿出来就行了。飞机呢他就送我了，这个条件看着还可以啊。其实呢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搞过电脑维修的兄弟就知道啊，这个属于数据恢复，而且里面呢是固态硬盘。像这种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啊，说实话随便就问一下1500块钱起步啊。他这个飞机呢非常尴尬啊，就算是好的黄鱼上面的价格平均也就600块钱左右，那我数据恢复要1500，他把这个飞机哪怕是送我都亏啊。先给他弄着看一下什么情况啊。现在来上个电池开机试试看啊，按下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看到没有？这个电池肯定是有电的哦。我拿根数据线啊连接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说它是好的话，连接电脑这个灯会亮的哇。就算我不装电池，我连接这个 Type-C 口，这个灯会亮的。你看现在也是没反应啊，现在是一个开不了机的状态。好，我们直接来拆开看一下怎么回事啊。这个贴纸下面啊2个角这里各藏了一颗螺丝啊，大家拆的时候需要注意。先把这个贴纸先把它揭开，直接撬开。这个他之前拆过，我应该拆起来比较轻松。OK， 轻松拆开。这位兄弟可能有所不知啊，像这种无人机上面的雷达啊，是不可以直接单独更换的。它要写数据到核心版，匹配数据才可以用的，所以你这样直接装上去当然是用不了的。后来他是把这个雷达已经退掉了，这个机器他也不打算要修了啊，只要拿出数据。我们接着往下拆，既然是开机没反应，要么是跟电条板，要么就是跟核心板有关系，大概率跟核心板会有关系啊。因为如果说跟电条板有关的话呢，那我不可能说是插 Type-C 口它也没反应。既然是插 Type-C 口都没反应啊，跟电条板应该就没关系了，大概率就是核心板坏掉了。所以我直接把核心板拆出来看一下，把这个所有的排线都挑开啊。拆装几次导致不能开机的啊，大概率应该是磕碰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这个板还被单板上过电了，这里有一坨焊锡在这里啊，应该是上一家同行给弄的。随便一眼看过去就发现了有个不正常的地方，这里有个小元件。我感觉像是歪掉了，这一排整整齐齐过去，是不是？你看这一颗是歪掉了。拆装板的时候应该是捅到它了，难道这个要被我捡个漏了？这里好像也有一个歪掉的，这颗电阻，这个电阻跟旁边的电阻都碰到一起去了。反面这个座子这里啊，这个座子这里有点烂掉了，这个应该不是导致不能开机的原因啊。就是看到这2个地方不对劲了，一个这个电感来的啊，这里还有个电阻，这2个地方都歪掉了。先把看到的外观有问题的地方先处理一下啊。刚刚这2个位置分别打点焊油啊，花了点时间把这2个位置都给它补好了啊，现在是整整齐齐了啊，没有任何问题。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i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等它冷却。A few minutes later， 直接插个 C 口啊，上去看一下什么效果。照理来说，插上去这个灯要能亮才行啊。插上去，还是亮不了，看来捡不了漏啊。既然那边的同行已经单板上过电，是不是这个板子当时在那个同行兄弟的手里面就已经不能开机了？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了。所以的话呢，我也单板开机看一下。直接焊根开机线，单板开机看一下什么效果啊？按下去，开机。哎，有个待机电流，正常啊。按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照理来说，按下去至少有个电流变化，它这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这个开关键坏了？拿镊子短接吧，短接也是没反应啊，说明不是开关键的问题啊。它这一点电流都上不去，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开始工作呀。屏蔽盖子都揭开，看一下。对地阻值啊，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啊，大电感都量一量，感觉好像都正常啊。看这个芯片，再确认一下这个芯片没有裂开，看一下，芯片也是高通骁龙的方案啊，这边是一个射频芯片。看上去都没有问题啊，板子也没有变形，没有进水腐蚀，并且上一家修的话，它好像只是上电看了一下，别的地方没动过，没有任何被修过的痕迹啊。看来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1 hour later， 正当我陷入困境之时啊，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这个位置啊，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居然也有一颗电阻啊位移了，在这个 Type C 口旁边有个电阻啊歪到一边去了。这真的很难发现了，先不管那么多啊，先把这个电阻给它扶正再说。好，花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电阻也给它归位了啊，等它先冷却。A few minutes later， 上电涛声依旧啊，依旧是没有反应。那我单板开机呢？因为不排除它这个 C 口有问题，虽然外观看着完好无损啊。现在再单板开机看一下什么效果。开机，好，待机电流还是一样啊，还是有的。按下开关键呢，按下去，哎呀，一样啊，太尴尬了，还是一样问题啊，还得继续查。我感觉这个板子还是有这个磕碰掉键的情况啊，可能我看的不够仔细吧，刚刚随便找了一下就找到了3处位置。1 hour later， 我看了很久啊，把我眼睛都给看瞎了，终于又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比刚刚那个地方还要隐，就是在这个开关键的旁边。这个位置现在是没有元器件的，旁边呢都是有这种小电阻，而这个地方呢没有元器件。我看了一下啊，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本身没有元器件哦，本身应该有的，因为它这两边的焊点呢，它并不是那种很圆润饱满的，它这个焊点是凹凸不平的，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也有个元器件。有个很尴尬的啊，这个 Flip 的这个核心板，我既没有图纸，也没有料板哈，非常的尴尬。那是不是代表就没法修的呢？我之前有说过啊，像这种掉件，2条腿的零件掉了，又不知道它是什么零件啊，又没有参照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来量一下，大概的来判断一下它是什么元器件啊，大概的判断一下。我们来通过量两边的对地阻值啊，大致的来判断一下啊，它是一个什么元器件啊。这一端是无穷大啊，无穷大，另外一端是有阻值的452。根据这两边的对地阻值，由此可以推断啊，它是一个电阻。电阻啊，或者电感啊，都有可能啊。如果假如是电阻的话，它的阻值应该是多少呢？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当然也有办法啊，掏出我的手机啊，咨询一下我的同行兄弟啊，要他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掉的是一个什么零件啊。如果是电阻的话，阻值是多大啊？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去问一下啊。1 hour later， 兄弟们久等了啊！这个地方呢是掉的一个100欧的电阻，现在就很简单了，找一个同样大小的电阻给它装上去，看一下什么效果。打点焊油，这个电阻真的是非常的小啊，最小规格那种，现在粘在我这个镊子的尖上面啊，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啊。像这种电阻要更换的时候啊，我上回说过啊，一定不要用镊子去夹。
夹的话你夹不住，就算你夹住了也很容易夹飞。最好的办法就是沾点汗油把它粘过来就好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啊。OK 啊，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电阻归位了。A few minutes later. 插 Type C 口看一下什么效果啊？现在看到没有？灯亮了哦，兄弟们，说明已经 OK 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我现在这种状态就已经能读取到它里面的数据了啊！赶紧了，先把它数据先备份。电脑硬盘这里啊，已经读取到它的硬盘了哇，2GB 这个看一下，哎，东西都在啊，东西都在，应该是占了，应该没多大呀，800多兆的数据啊，到时候直接发给他啊，通过邮件的方式直接发给他，那这样的话就搞定了。稍微搭一下，给它装起来。1 hour later. 刚刚第一次装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开不了机啊，虽然插 C 口能够亮灯了。然后也可以读数据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于是呢，我又花了1-2个小时去研究，这个板上面居然还有断线呢。于是我又花点时间把断线又接起来了。由于时长的关系啊，那个找断线的过程跟接断线的过程我就没拍进来了啊。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现在再开机，这一回就肯定可以开的了啊。再不能开的话，我就不修了。哎，亮灯了，开机。啊，开机音乐有了啊，这一回是真的 OK 了啊，居然没有报错，啊，有报错啊，虽然都是黄色字的报错啊，但是这里仍然显示一个无法起飞啊，因为这个前面的雷达没有装。现在我这个状态下我起桨的话是肯定不行的，我起个桨，看到没有？没有一点反应啊，只要这个地方提示无法起飞啊，这台机器就是飞不了的。修成这样子呢，我并没有打算继续再往下修了啊，因为这个机器呢，第一本身价值就不高啊，然后去找一个雷达带数据的话，价格还挺贵的，裸机卖的话才卖个600多块，我还要花200-300去搞这个雷达，再把我的人工搭上，根本就赚不了什么钱了，所以我不打算继续往下修了。这个机器的数据呢，我已经拿出来了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并不打算继续往下修啊，原因我刚刚也说了。但是这个费用嘛，这个粉丝朋友说这个飞机送我，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亏的啊。这个可不是说简单的维修啊，这个算数据恢复的范畴啊。数据恢复大家知道价格吧，起码都是1000块钱起步啊。他这个飞机是好的都不止这个价呀，那我接下来还得跟他商量一下，看是补我一点钱还是干嘛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